大家好，我是 A。那今天我們就來跟大家補充一下，就是幾個小時前就發過一部說這個全遊戲最 toxic 玩家的一部，就嘗試證明他是外掛的一部影片就補充一下，其實他用的一些英雄，如果在正常玩家所使用的話，其實真的沒想象中那麼難打。因為其實在那個最 toxic 玩家那部影片下面有很多留言嘛，那我看到有些留言就說，其實他學的那個怪盜或者是這個影武者是需要那個 nerf 的。那其實的確，我覺得他是需要的 nerf， 但是他 nerf 的那個方向就不是因為那個外掛所使用的那個方向而進行那個 nerf。 因為其實如果例如說這個怪盜，因為怪盜這個英雄如果落在這個一般玩家手裡，基本上他是沒可能那個頭盔也好，或者是那個黑帝斯頭盔也好，或者是這個隱形機制也好，也是不會那麼容易觸發，像這個玩家一樣。對，但是你可能會看到我直接把他從這個 spot 點抓，直接把他抓住。為什麼那麼輕鬆？是因為這個玩家他是沒有用那個外掛程式，所以導致抓他那個容易難度都變簡單了。對，那因為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話，內部 toxic 玩家那部影片，基本上他把那個怪盜一換出來，不知道為什麼他就會直接從這個地圖裡面飛到地圖外面，然後他回來的時候會順帶有這個隱形功能的一些東西出現。所以的話，為什麼是那麼難抓？是因為那個玩家是有用外掛來把他那個裝備的 CD 減少。雖然他那個翅膀 CD 真的很短，但是也未至於可以讓他支撐到每一次，真的是每一次，我要強調每一次的那個逃出去的一個行動。对，再加上通常場外飛的那些玩家都會讓我用個重力壓下去，所以的話基本上他是沒可能有時間存那些能量的裝備。所以說你看到他這個玩家直接換回一個正常英雄來跟我打，就是這個原因。為什麼那個外掛玩家那麼難抓？其實可以100%確定他是有用外掛把他的一些逃跑裝備那個 CD 減少，而導致這些敵人很難抓到他，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就是他很明顯是用外掛把他那個基礎能力拉大，而導致就算你抓到他的那個防禦也是足夠支撐到你的所有攻擊所以的話，我覺得不是他的那個英雄的問題而導致他那麼難抓，是因為他這個玩家在用外掛。對，那個才是重點。那對於那些英雄那個，我覺得什麼地方需要 nerf 的話，我們之後有機會再慢慢的說，因為我們有的是什麼？是時間。對，那這邊的話，我們就回到這個影片裡面。那這邊如果中了這個棺材的話，其實為什麼我可以那麼快的逃出來？其實這個就有個小技巧，很多人都不知道，就是你不停按 D 的話，你就可以提早出來了。不然的話，你的 CD 就是你技能會慢慢的在裡面扣，如果你不出來的話，所以的話中了不用怕，直接按 D，不停的按 D 就行了。OK， 這邊來到第3回合，那這是這個對手是用一個比較罕見的英雄是什麼？就是那個李小龍對，李小龍這個英雄其實在這個以前我在玩台服的時候，甚至到現在印尼服我見到他出現那個次數真的非常之小，而且就算在韓服的一些影片裡面，我也是基本上是沒看過這個英雄的身影。但是如果你問我看法了，我覺得這個英雄其實也是蠻難打的，因為他的那個攻擊的頻率是這個遊戲裡面比較少數，是打一下等於打2下的那個英雄就是他第一下他的英雄是會往前打2下，然後他第2下往前打4下，所以的話是一個比較有那個獨特機制的一個英雄對我來說。所以的話，我們打這種英雄要怎麼打？那也是的去，如果你真的搞不清英雄的機制的話，我們就盡量把距離拉開，对，拉開距離。那我們拉開之後就用操縱重地來抓他，那個就是我的對於位置英雄的打法。对，那這邊呢來到他換了 Demon Lord， 那可能是他李小龍就比較難抓到我，那就是換了這個數值怪。那對於數值怪，我們就盡量不要讓他貼身了。哎呦 ，OK， 這邊的話直接用憤怒盔甲，因為憤怒盔甲是可以破解這個力頭的。那我直接一開，他的那個力頭就會直接無效。OK，這邊他已經提早宣布進入這個 DT 時間了。那還有時間還有一半。那這邊的話，我的披風還有，哎呦，這邊換錯，因為我的披風位置改變了一點，所以的話，當時我應該是還沒反應得來。OK， 這邊的話，我們還有披風
其實它這個血量，我們直接把它說哦，這邊踢下去了，應該完結了。